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星舰自3月14号进行了第3次发射，到现在已经快1个礼拜了。在这1个礼拜里呢，我也反复的在看星舰的第3次发射的过程。看过之后呢，我也进行了一些分析。今天我就想把我对星舰第3次发射过程所做的分析呢，分享给大家，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在做这个介绍之前呢，我可能还得关注一些新来的朋友，所以我还是先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星舰。星舰是 SpaceX 公司搞的，目前世界上运载能力最大的运载火箭，它的起飞重量接近5000吨，火箭的直径是9米，高度呢是121米。它的近地轨道的运载能力，在1级和2级火箭都重复使用的情况下呢，它可以达到150吨。这是现在人类建造的最大的运载火箭。此前人类最大的运载火箭还是60年代、70年代美国搞阿波罗载人登月工程时使用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起飞重量大概只有不到3000吨，运载能力呢也不到120吨。大家从屏幕上能够看到的呢，就是星舰。位于上方黑色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星舰飞船。实际上它既是一个2级火箭，也是一个飞船。然后下边同时见不锈钢颜色的这一部分，这个圆柱体呢，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整个星舰的高度大概是121米。那下面的超级重型助推器这一部分，它的高度呢，大概是在70到71米左右。而星舰飞船的高度呢，大概是50米，整个上下直径呢都达到了9米。超级重型助推器的推进剂加注量呢可以达到3400吨，底部呢安装了33台猛禽2发动机，它的总推力实际上可以达到7690吨。位于上方的呈黑色的星舰飞船呢，它其实黑色那一部分是贴的防热瓦，它另一部分呢是没有贴防热瓦的，也就是现在我们在屏幕上能够看到的白色的部分。它的高度大约是50米，直径还是9米，然后它的推进剂的加注量可以达到1200吨。安装了3台海平面版的猛禽2发动机和3台真空版的猛禽2发动机。那说到这个猛禽发动机呢，也是现在最先进的发动机之一，它的设计可重复使用次数能达到50次，推力呢能达到230吨。大家现在在屏幕上能够看到的呢，左侧的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底部的这一个视图。我们可以看到，在星舰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底部拥有大量的发动机，位于中间的是3台，我们叫内圈发动机，在内圈的外部我们叫中圈，还有10台发动机。在超级重型助推器上，这13台发动机都是安装了电丝浮机构，它的这个喷管是可以摆动的，所以可以进行矢量推力。然后在中圈的外面呢，还有红色的20台猛禽2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喷管是不能够摆动的。那位于屏幕右侧的画面显示的就是星舰飞船底部的6台发动机。我们看到位于中部的是3台小的绿色的发动机，它这3台发动机是海平面版的，它的发动机基本上和超级重型助推器上安装的发动机是一样的。位于外部的这3台蓝色的标号显的是456，这3台是真空版的猛禽2发动机，它的喷管的直径越大，所以呢它可以在真空的状态下可以有更大的推力。这就是飞船底部发动机布置的情况。再来看一下飞船的内部的结构布置。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一个星舰飞船它内部的结构布置。我们可以看到位于屏幕左侧的星舰立在这里，下方蓝色的写着 LOX， 这是液氧，上方的 CH4 红色的这一部分呢，这就是甲烷。位于下方的液氧和甲烷就构成了超级重型助推器的燃料柱箱，它的主要特点是使用了一个我们称之为共底柱箱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它可以简化火箭的结构。在这种共底柱箱里面，那么甲烷的这个柱箱的底部，同时呢也是液氧柱箱的顶部，这样呢就可以使火箭做得更轻。同样，在位于上方的飞船也采用了共底柱箱技术。
也是同样，下方是液氧，上方是甲烷。在飞船的最顶部，我们还能看到2个非常小的球状的柱箱。这个柱箱呢，主要是让飞船在太空上运行的时候使用的推进剂，它主要的作用保证我的燃料供给系统能够可靠的获取到这些燃料。前面介绍的就是星舰大致的一个组成情况和它的内部结构布置情况。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星舰的第3次飞行实验的飞行剖面。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星舰第3次发射的飞行剖面。星舰呢是从左侧发射升空，升空之后经过上升段，然后在大约起飞2分40秒左右，高度大约是在70公里左右的时候，星舰的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就会分离。分离之后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它会做一个后空翻的动作，也就是屏幕上我们能看到分叉这块有一个后空翻。后空翻之后，超级重型助推器会慢慢的降落高度，最后呢会落在位于墨西哥湾的海面上。这次预计呢，超级重型助推器应该是在墨西哥湾的海面上实现软着陆，也就是说在最后的着陆之前，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发动机会再次点火进行制动。这就有点像猎鹰9号运载火箭，当它的1级要回收的时候，它在着陆的过程中也会做一个1级火箭的点火进行制动。刚才说的就是星舰的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分离之后，那在分离之后，星舰飞船呢会继续向前飞行，飞行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大约在8分30秒的时候，这个时候位于星舰飞船上的6台发动机就会关机，然后呢星舰飞船会进行一系列的实验，这些实验呢就包括打开载荷舱的舱门，进行推进剂从一个柱箱向另一个柱箱的转移，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星舰的内部结构中显示的，从位于下方的液氧和甲烷柱箱向飞船顶部的液氧和甲烷的小柱箱转移，然后星舰飞船就会关闭它的载荷舱的舱门。再往后，星舰飞船应该进行一次在太空中的飞船上的3台真空版猛禽发动机的太空再点火实验。但是非常遗憾，这次的这个再点火实验也没有进行。按照飞行时序，星舰飞船在进行完再点火实验以后，大约在45分多钟的时候，就要开始降低飞行高度，进行再入大气层的准备，然后飞船会再入大气层。最终，星舰飞船会在位于印度洋上，在澳大利亚西北部的海面上降落。但是它的这种降落呢，是一种硬着陆，它并不是像超级重型助推器那样呢，在降落之前还要有一个制动点火的安排。这次的星舰飞船就没有做这个安排。我们看了星舰第3次飞行实验的飞行剖面之后呢，就会觉得它和猎鹰9号的飞行剖面，特别是它前面这一段，也就是在超级重型助推器着陆这一段的过程呢，实际上是和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陆地着陆场进行着陆的飞行曲线是非常相似的。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猎鹰9号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它的1级火箭准备是在地面着陆场进行着陆，它也会进行一个空中的这样的后空翻的动作，然后再着陆到位于发射场附近的着陆场。我们知道未来正式使用的时候，星舰不是说着陆在位于发射场附近的这个着陆场了，未来由于使用了筷子的这个发射塔，所以呢，未来的星舰的超级重型助推器是直接飞回到原来的发射场，然后由筷子进行回收的。那现在大家在这个屏幕上能够看到的就是星舰和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陆地回收场着陆这个1级火箭，可以同时看到2个飞行剖面图，左侧的就是星舰的，右侧的呢就是猎鹰9号实现陆地回收1级火箭的这个剖面。从这2张图的对比，我们更可以看出来，星舰的飞行剖面和猎鹰9号陆地回收1级火箭的飞行剖面是非常接近的。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呢，就是星舰的第3次飞行实验的一个飞行时序。我们可以看到是0秒点火，然后2秒起飞，大概到52秒的时候达到最大动压点 Max Q， 然后大约到2分42秒的时候
这个助推器的大部分发动机就会关机，这个时候助推器呢就会只剩中间的3台发动机还在开机，其他的发动机就都会关机了。然后接下来的就是实现星舰飞船和超级重型助推器的热分离。至于为什么这个时候要维持内圈的那3台发动机开机，主要是为了维持火箭有一个加速度，这样我们就能够确保火箭柱箱里的燃料呢还是能够被火箭的燃料供给系统所获取。否则如果发动机也全部关机的话，由于没有了加速度，那么这个燃料可能就位于柱箱里面的任何位置了。而这个时候对于超级重型助推器来讲的话，它内部的燃料已经基本消耗光了，所以很可能燃料供给系统就无法获取到燃料，这就会影响到下一步助推器的再开机。热分离之后，在2分55秒的时候，助推器上面的位于中圈的10台发动机呢就会再点火，这就是为刚才我们看飞行剖面的时候空中翻转动作呢提供动力。那在点火之后，超级重型助推器就会在空中实现翻转的动作。这次星舰的第3次发射，发动机的再点火呢进行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那我在我下面的节目里呢也会跟大家进行介绍。到大约3分50秒的时候，助推器上的刚才再点火的这10台发动机，还有位于内圈的那3台发动机呢就会再次关机，超级重型助推器就会继续向地面降落。在降落前大约距地4到5公里的时候，超级重型助推器的位于中间的这发动机会再次点燃，便使这个助推器在着陆前进行最后的减速制动工作。在大约7分04秒的时候，着陆的制动发动机会关机，超级重型助推器就应该在海面上着陆。当然这都是计划，最终星舰的第3次飞行实验的时候，最后这一步在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制动发动机的点火和软着陆最终都没有实现，它的制动点火呢非常不正常，最终超级重型助推器在距海面大约642米的高度呢启动了自毁。刚才说的呢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分离之后它的飞行时序。我们说完了超级重型助推器，再来说星舰飞船。星舰飞船呢按计划应该是在8分35秒的时候，星舰飞船上的3台海平面板发动机和3台真空板的猛禽发动机呢就应该关机。这个动作呢在星舰的第3次飞行实验中实现的是非常好的。按照时序，到了11分56秒的时候，飞船上的载荷舱门就应该打开。打开这个动作呢在星舰上实现的也是比较好的。到了第24分31秒的时候呢，要进行推进剂的转移演示，也就是从位于下方的推进剂柱箱向位于顶部的推进剂柱箱进行推进剂的转移工作。这个转移工作对于未来星舰执行深空任务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星舰在进入近地轨道之后，它所携带的推进剂基本上就已经消耗完了。这个时候如果星舰还想进行进一步的深空飞行的话，就需要对它进行推进剂补充。而在轨进行推进剂补充，美国和中国都掌握了这项技术，但是目前美国和中国都只进行的是常温燃料的在轨推进剂补充，人们还没有进行过这种低温燃料的推进剂的这些转移实验。所以星舰这次进行这个实验呢，本身对它未来进行在轨燃料加注应该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次星舰的第3次飞行实验，它的在轨的推进剂的转移实验进行的也是非常成功的。按照飞行时序，当时间进行到28分31秒的时候，飞船就应该关闭载荷舱门。这次载荷舱门虽然进行了关闭动作，但是关闭的并不是很严，这个我在待会儿呢会向大家做更详细的介绍。到第40分46秒，飞船按照计划应该进行发动机的再次点火实验，但是这次呢并没有进行，这也是比较遗憾的地方。到大约第49分钟的时候，这时候飞船会载入大气层，飞船会在海面硬着陆，这是按照这个飞行时序。但实际的情况是，飞船载入大气层之后呢，它的整个飞行姿态控制的并不是很好，最终飞船在
距地面大约65公里的高度呢，就和地面失去了联系。这就是星舰第3次飞行实验的时候整个的飞行时序，我也结合着时序把这个实际的情况给大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星舰在整个的第3次飞行实验中大概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首先就是星舰在它的点火起飞的这个阶段，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是我以 0.1 倍速放的星舰在起飞时发动机点火的状况。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我现在屏幕上左下方的这个箭头所指的这一处呢，就是星舰超级重型助推器的33台发动机点火的状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点火的同步性还稍稍有一点不完美，有几台发动机点火的呢比较延迟了，可能不会影响到星舰的飞行，但是作为搞航天的这点呢，它这个同步性恐怕还有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所以这个星舰的点火这一块我们来看呢，虽然取得了成功，但这个成功并不是非常完美的。那么好，我们继续来看后面星舰在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在星舰在即将进行超级重型助推器和飞船的分离的过程中，发动机关机的。我们从屏幕上能够看到，发动机的这些关机呢，同步性也并不是很好，有些发动机它的关机显得就要比其他的发动机要迟了。这也是属于 SpaceX 在未来要进行改进的地方。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视频是星舰在完成了超级重型助推器和星舰飞船分离之后，超级重型助推器中圈的10台发动机再次点火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再次点火的这个视频里显示，超级重型助推器这10台发动机的再次点火，总的来讲还是非常成功的，基本上是按照两对称的这种方式来进行点火的。这也说明 SpaceX 已经针对上次星舰第2次飞行实验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改进，那这就是取得的成果之一了。现在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发动机点火之后完成了它这个后空翻，它的发动机需要再次进行关机的时候，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发动机的关机的同步性显示的不是很好。当然这也有可能是 SpaceX 有意控制让发动机是以这种形式来进行关机的，以便对超级重型助推器的飞行姿态进行控制。但是如果要是由我来考虑，那么超级重型助推器内圈的3台发动机和中圈的这10台发动机本身都拥有的是矢量喷口，所以我还是会对称的关闭这些发动机，利用发动机的矢量推力来实现对超级重型助推器的这个飞行姿态的。所以呢，这也是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发动机在关机的时候仍然需要改进的地方。在超级重型助推器第2次关机之后，那么下面呢，超级重型助推器就进入了一个下降的阶段。现在大家在屏幕上能够看到，位于左侧的呢，反映的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那这个箭头所指的就是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山格舵正在进行摆动，来对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姿态在滑行的阶段进行控制。但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摆动有的时候进行的是非常剧烈，说明呢它这个飞行姿态有可能有点控制不过来。最后呢，我们能够看到的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制动发动机再次点火也没有取得成功，那这有可能呢是和它前面的这个姿态控制并不是很好是相关的。现在大家在屏幕上能够看到的就是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即将着陆前制动发动机点火的这一个现象。从这段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超级重型助推器的制动发动机点火的不但不对称，而且有些发动机在点火之后不久呢就又熄灭了。造成这个的原因，我会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的分析，但是这种现象就显然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在一段视频之后，很快这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超级重型助推器还是在距海面大约642米的高度上实现了一个自毁。以上呢就是星舰在起飞和超重与星舰分离之后，超重表现不正常的一些画面。
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飞船的情况。按照飞行时序，在分离后，飞船会在大约8分钟的时候关闭飞船上的这3台海平面的猛禽发动机和3台真空的猛禽发动机。这个我在前面介绍飞行时序的时候也已经向大家介绍了。那这个关闭还是非常成功的，就是打开舱门，这也是为未来释放星链卫星而进行的这种测试。那么星舰将来会怎么样释放星链卫星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屏幕上现在显示的就是这个舱门的打开和星链卫星的释放。大家可能注意到了，舱门其实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这么一个狭缝，它仅仅是比这卫星稍稍高一点，这可能和大家一般想的以为是航天飞机那样的开舱门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前面的说到的呢，就是开舱门这一块，在开完舱门之后，又进行了推进剂的转移实验。这个实验就没法向大家提供任何视频了，不过这个实验呢也是比较成功的。介绍完了这些成功的，下面的一些现象呢就不是很正常了。按照飞行时序，当时间进行到28分31秒的时候，飞船就应该关闭载荷舱门。但是星舰的这次发射，载荷舱门虽然进行了关闭动作，但是关闭的并不是很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接下来飞船本来应该在起飞后大约4分46秒进行3台真空版的猛禽2发动机的太空再次点火实验，但是这个实验并没有进行。没有进行该实验的原因，咱们待会儿再分析。飞船在太空中的飞行和载入大气层的过程中，其实也暴露出了不少的问题。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飞船在太空中飞行的画面。我们能够注意到，在这个时候飞船的这个姿态并不是非常稳定。另外呢，从飞船上也有大量的碎块脱落，其中有些碎块甚至很可能就是飞船上的防热瓦。那这个防热瓦的脱落对后面飞船出现的一些故障呢，也会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咱们会在下面进行介绍。说完了飞船在太空中的这个飞行状况不稳定，那现在我们能够从屏幕上看到的就是飞船载入大气层以后，空气摩擦形成的这种美丽的这些火焰。那我在我前面直播时里面呢，也跟大家说了，这次我们还能够看到，即使飞船进入了黑障，那么这个飞船可以利用它安装在背面的这个星链天线和星链卫星进行连接。我们也看到了在位于黑障的时候飞船上的一些画面，这个也是非常让人振奋的一件事情。但是总的来讲，飞船载入大气层之后，飞船的整个飞行姿态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也很可能就是最后飞船为什么会在65公里的高度解体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就是有防热瓦的脱落。以上呢就是星舰在飞行中表现出来不正常的现象。总结起来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呢，就是超重的多台发动机的点火和关机的同步性还有待于提升。另外呢，就是超重星舰飞船的飞行姿态控制的都不是很好，超重和星舰的飞行姿态都不太稳定。那有朋友可能就会问，飞行姿态不稳定会对星舰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我觉得，除了在起飞的时候超级重型助推器发动机点火的同步性差，以及超级重型助推器在完成翻转动作之后发动机关机同步性差和这个飞行姿态不稳定没有关系之外，其他所出现的现象都可能和飞行姿态不稳定有关，诸如超级重型助推器着陆前制动发动机点火不正常，飞船没有进行发动机在太空的再次点火实验，甚至载荷舱门没有关严，以及防热瓦脱落，这些都有可能和飞行姿态相关。先来说说姿态不稳定影响发动机点火吧。大家还记得星舰的第2次发射的时候，在超级重型助推器和飞船分离之后，超级重型助推器因为需要进行空中翻转，而尝试将位于中圈的10台发动机再次点火，却失败了这件事儿吧。后来分析，造成这个失败的原因，很可能就是由于飞船飞行姿态不稳定，导致一台发动机的燃料供给系统的过渡器发生了堵塞，从而最终导致这台发动机爆炸，
最后造成整个超级重型助推器在空中爆炸。另外，飞行姿态不稳定还可能导致燃料在柱箱里晃动，而这可能导致燃料供给系统无法吸收到所需的燃料，而向发动机提供供应，从而导致发动机没法再次点火。下面的这段视频就显示了在舰体晃动的情况下燃料晃动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在舰体晃动的时候，这个燃料的晃动是非常严重的。刚才看到的在B10之前的这个柱箱里的情况。B10助推器呢，根据第二次飞行实验时所出现的问题，还进行了相应的改进。目前来看呢，这个改进是有相当的效果的，但是从最后的结果看，可能仅仅是这些改进还是不够的。所以飞船没有进行再次点火实验，很可能也是因为这些燃料在柱箱内的晃动导致的。其实解决这类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设法稳定超级重型助推器和飞船的飞行姿态，这就需要 SpaceX 在软件和硬件上共同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至于舱门关不严、防热瓦脱落，则很可能是由于飞船晃动而引起结构变形导致的。飞船最后解体的原因，则很可能是由于第一，飞船载入大气层后飞行姿态不稳定，导致有时飞船上没有防热瓦的面成为了迎风面，而这些没有防热瓦的面是无法承受这样的高温的。第二点呢，即使有防热瓦的面，也因为部分防热瓦脱落而导致这些面存在着薄弱点，这很可能就是导致飞船最后解体的原因。好了，到这儿我就结合着星舰第3次发射过程的视频，向大家介绍了我的一些看法。虽然我曾经是一个航天的从业者，但航天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专业。另外，我们都只是星舰的一个观察者，并不掌握那些参与者才能够掌握的数据，因此我的看法很可能只是片面的，有时候甚至是错误的。所以以后如果我被打脸，还要请大家原谅。另外，如果您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观点，也欢迎您给我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观看，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